他被判终身监禁。我还记得当时我在法庭指证他的时候，说他一定不会放过我。我们警方现在怀疑你意图谋杀亲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想跟你离婚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他不会要跟我离婚的。就是陆清卫被毒死当晚，Joanna公寓的走廊 CCTV 的画面。那为什么Joanna说案发当晚没有看到陆清卫呢？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因为你知道陆清卫已经改了遗嘱，如果他遇见什么意外，你跟孩子就是最大的受益人，所以你才会杀他，对吗？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论情是否要永远作伴。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。心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传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郭教授，有烟，越来越高啊！哎，这位是？你好，我叫吴可儿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郭志鹏，哎，请进。哇，什么时候交了女朋友？没有向我汇报啊？教授，你误会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I'm sorry。现在只是朋友，不过以后就难说了。耶，够坦白，够直接，我喜欢。如果他不懂得欣赏你的话，考虑我。郭教授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风趣，爱开玩笑。感情的事很难说的啊。教授说得对，听到没有？还是教授比较懂得感情的事。好啦，带我上去吃东西。我听说你常年都居住在国外，我想你应该很想念本地的美食吧？所有在国外都吃不到的，我都一定要吃。那你今天可有口福了，因为今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。你太棒了！你们那么快就打成一片，是不是很早就认识了？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啊！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出发吧。你们在酒店大堂等我，我先去拿车。好。教授，这边请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啦。Cheers。今天实在太有口福了。你介绍的地方啊，真的很不错啊。等一下，还有另一个地方要去。哈，我今天不行了，太饱了。我也是，我吃饱了。可是那是很出名的糕点店，很好吃的，真的不要去试一试。明天嘛，好，明天同样时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接个电话。好，谢谢。永元这个人很不错哈，他人品很好，而且很懂得关心和体贴身边的人。是啊，他的人真的很不错，我喜欢。你追了他多久啊？教授这么明显吗？你的言行举止都暴露了。我忘了你是永言的师傅，一定很厉害，洞察人心。Not really，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，而且他的催眠技巧啊，可能超越我。感觉催眠好像很有趣，如果现在要学，会不会太迟？你是纯粹对催眠有兴趣，或者因为他所以对催眠有兴趣啊？教授，
好啦，真的想学啊？我只是好奇，能不能利用催眠让一个人喜欢上自己？就好像电影《盗梦空间》一样，潜意识植入。你不是想用在他的身上吧？这样子做是不道德的。催眠的目的，是为了要帮助那些内心受过创伤或者纠结于过去的病人，帮助他们打开心房，重新面对新的生活，而不是利用其他的管道来达到个人的欲望。我只是随口说说罢了。催眠对某些人或许有效，但对永言来说，起不了作用的。为什么？道理非常简单。如果一个人的意志力是脆弱的话，催眠就对他有效；那如果某个人的意志力是坚定的话，催眠对他来说就会失败了。而永言就是属于这种意志力非常坚定的人。原来催眠不是万能的。那肯定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能可以帮到你。什么办法？我对你催眠，让你对他使劲。教授，我看你是找错人了。我的意志力呢，可是很坚定的。我看你是喜欢永言的意志力坚定吧？教授。哎，你们聊什么？笑得这么开心？秘密。Joanna，你应该想得很清楚了吧？你也不希望你的孩子在这里受苦。如果你现在自首，或许我还能够帮你向法官求情。我都说了，我是无辜的，我真的没有毒死庆薇。这瓶红酒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是不是你送给陆庆薇的？是我送给庆薇的生日礼物。你明知道她喜欢喝红酒，所以你就事先透过针筒把砒霜注入红酒内。你是有预谋想要杀害她的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根本就不知道红酒里面有毒。我本来还打算跟庆薇一起喝的，是他突然说有事，没有心情喝。他要跟他老婆谈离婚的事情，然后就把红酒带走了。这只是你一个人的说法。现在人已经死了，随便你怎么说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骗你们，你们相信我好不好？那你说，红酒是在哪里买的？红酒是 Wilson 帮我从红酒商那里买的。这瓶红酒你是从哪里买的？就一瓶红酒而已，怎么可能记得啊？陆庆薇被证实是喝了这瓶红酒被毒死的。Joanna说，酒是你帮她买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我跟我一个外国的朋友买的。他现在在哪里？听说去了法国嘛。法国。你有办法联络到他吗？他居无定所，向来都是他主动联络我的。如果我有他消息的话，我会主动联络你们的。警官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可以先让我休息吗？我昨晚没睡好，现在已经很累了。放心吧，警官，一有我朋友的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们。谢谢你的合作。这个人有问题，他跟 Joanna 的关系不止朋友这么简单。马上调查他的背景。喂，怎么办？警方刚刚都找上门来了。好，你赶紧把钱拿给我，我在家等你。喂，文姐。哎，你来了，过来坐，陪我喝酒。心情不好，也不要借酒消愁嘛。
想开点。我真的很后悔认识他，我对他一心一意的，结果却换了这样的下场。我只不过是想要找一个真心对我的人，为什么上天就要这样对我？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的，放心吧。文姐，其实你知道我高中曾经暗恋过你吗？可是那个时候，你心里面就只有安妮，所以我也没有向你表白，只好在心里默默的祝福你们。你想太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我不是在说醉话，我只是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跟庆薇其实是在国外认识的，他一直都很照顾我。我曾经还以为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？你一点都不傻，是庆薇对不起你。算了，不要再说这些了，陪我喝酒吧。喝完这一杯，就要把过去的忘得一干二净，什么都不要想。我上一上洗手间。文姐，文姐。你还好吗？我才上洗手间5分钟，你就睡着了。有点累，头很痛。没想到你的酒量还是跟高中一样。是你的酒量比我好。今天真的很谢谢你过来陪我。不客气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醉的情况吗？我当然记得啊，当时安妮也在，不过我们是在学校那个游泳池的旁边，对不对？嗯。重点是那一天，你竟然要把你的衣服给脱光了。这个你也记得？你那个时候还一直吵着要游泳，还有跟安妮陪你。结果我还真的跳下去。唉，真的是年少轻狂啊！你还记得我们还到了海边喝酒的事情吗？嗯。那时候我们刚输了全国校际杯，对吧？嗯。那个时候输了比赛，我们睡不着，结果半夜就溜了出去，到了海边吹海风、喝酒，还一直等到天亮，看见日出才回来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就10年了。14年了。不如我们到海边吧。现在？嗯。我突然想到海边吹海风、看日出，就像以前一样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你能陪我吗？好，偶尔疯狂一下也好。走。医生！麦德。那个大门并没有遭受破坏的痕迹，初步判断死者是应该死于自杀的。灰婶妈妈来找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死在家里。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，这里就应该是凶案的第一现场。Vivian， 什么情况？初步判断，死者应该是中毒而死亡的，有可能是服食砒霜之类的药。死亡时间？大概是凌晨12点至2点之间。有没有可能是他杀？死者身上并没有被攻击的痕迹，所以初步判断应该是自杀。
但是还是要等我化验过后才可以给你详细的报告。Madam， 在Wilson的手机里面发现遗书，他承认是自己怂恿 Joanna 杀人，担心逃不了，所以就选择自杀。验尸报告表明 ，Wilson 和陆清薇的死因一模一样，都是服食了过量的砒霜中毒而死。化验过现场拿回来的杯子，里面的确残留砒霜的成分。至于杯上的指纹，还在检验当中。死亡时间？凌晨12点半。Madam，Wilson 会不会是做贼心虚，知道杀人要偿命，所以就一时想不开，选择自杀？像他这种贪生怕死的性格，就算他要自杀，也不会选择服毒这么痛苦的方法死去。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他的死状很明显是想要爬出屋外求救。而命案现场并没有破门而入和打斗的痕迹，还留下了一封遗书。但是那份遗书是打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自己的笔记做对比。我们又怎么知道是他自己写的呢？没的，有新的发现。这个人在威审出事的那段时间出现在他家的走廊，而且看他的样子，很明显的他可以不让人家看到他的真面目，所以这个人很有问题。这一看就知道是个女的。Madam， 你是不是有怀疑的对象？安妮，你怎么突然上来了？昨天晚上11点到1点之间你在哪里？我在外面啊。你干嘛这么问 ？Wilson 死了。Wilson？ 谁是 Wilson？ 他是 Joanna 的情人。我不认识他。昨天晚上那段时间你到底在哪里？昨天晚上我在外面喝酒。有没有人可以作证？而且那个人你也认识的，是文杰。文杰？昨天晚上我们整晚都在一起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他。文杰，哎，找我什么事？我问你啊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静香在一起？你怎么知道？什么问题啊？你们昨天在哪里啊？我不需要向你报道吧？昨天晚上Wilson遇害了，我们在监视器的录像里发现一个疑似静香背影的人出现。你们怀疑静香？我现在还没有下定论。他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真的？他打电话给我说心情不好，要去喝2杯，然后突然建议说要去看日出。我们到了天亮才回家，整天晚上都在一起啊。你确定他整个晚上都跟你在一起吗？他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吗？唯一的时候就是他说要上厕所，不过只是5分钟的时间，不可能去行凶吧？还有，你说那个身影只是类似像他，并不表示是他吧？永言，郭医生，我先走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，想请你吃。哦，你就收下吧，试试看好不好吃。这可是我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的。谢谢。有空吗？不如一起吃个饭。哦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不如……没有关系，我可以等你。可，不如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好啊，谢谢。怎么样？这里的食物还不错吧？还好。试一试啊，这里的甜品也是很好吃的。你今天的话怎么那么少啊？可啊，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，我不值得你为我做这么多事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？
这是我未婚妻的照片。你的未婚妻很漂亮。我们2个本来打算结婚的，可是后来她发生意外了。自从她离开我之后，我才发现没有人可以取代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。所以我希望你别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。我不值得让你等，相信我，你会找到更好的人。嗯，我明白了。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可就拜托你了，我会安排另外一家诊所让他治疗。可是他只相信你啊。身为心理医生，是不能和病人有感情上的纠葛。可目前的状况，我真的不适合再继续辅导他，希望你能谅解。好吧，我帮你劝劝他。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假设一开始我就向他表明立场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不必要的误会。坦白说，我真的不知道可儿为什么会喜欢你。不过他就是这样，敢爱敢恨。还有啊，你不要看他这么活泼，其实他的内心很脆弱的。我了解，所以我才找你帮忙，希望你能帮忙安抚他。哎 ，sorry。今天怎么那么迟啊？哎呀，你们怎么那么早啊？对了，静香的案件怎么样了？暂时没有进展。我们本来要查 Wilson， 可是他就出事了。我们发现一个疑似静香的背影，他却偏偏有你这个时间证人。我觉得你们真的误会静香了吧？这可能一切都是巧合。况且你们不能以一个背影就来断定是静香。但是现在他的嫌疑最大，而且你别忘了，陆清薇之前要跟他离婚，所以他是有杀人动机的。你真的认为他可以在5分钟之内跑去杀人吗？你们说的5分钟是怎么回事？有一宗命案，死者是被下了砒霜的红酒毒死的，嫌犯是我们的高中同学。案发当晚，他跟文杰在 pub 喝酒，那段时间他只上了厕所1次，而且是5分钟。5分钟？那之后整个晚上你都陪他在一起吗？最后他叫我陪他去看日出，我一直陪他陪到天亮。他一整晚都跟我在一起，不可能跑去杀人的。或许你们都忽略了一点，当天晚上你是不是喝很多了？我是喝了不少，可是还不至于失去意识吧？即使你没有失去意识，可是酒精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能力。况且当时你已经带有醉意。假设静香向你说谎，你应该不会察觉吧？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静香口中的5分钟，或许实际上不止5分钟。嗯。Madam， 已经查过酒吧 CCTV 的记录，跟口供上没有任何的出入。梁文杰和刘静香是在12点半之后才离开的。那2个小时前的记录呢？看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进出的人很多，但没有看到刘静香。你让我看一次吗？停。我们再去酒吧走一趟吧。Yes, madam。照片里的人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。经理，这些人是来庆祝生日的，他们可能留下了联络号码，请你帮忙查一查好吗？我去看看。你们在找人？你认识吗？你们找 Mary？ 文杰，你那么介绍我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吗？你那天是不是故意约我到酒廊喝酒了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因为你知道我信任你，所以你要利用我当你的时间证人。我没有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怀疑我？是不是安妮跟你说过什么？你趁我喝醉的时候故意告诉我，你只花了5分钟的时间上厕所。你其实在说谎。你是趁我昏睡的时候去杀人，对不对？静香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跟 Wilson 是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他逼你的？如果你有什么苦衷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我根本就不认识 Wilson， 我也没有杀他。文杰，
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为人吗？我就是因为了解你，我才来问你的。算了，看来你是不相信我，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。 原来真的是你做的。你要我说多少次，我没有杀人。你现在还要抵赖？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话，你为什么要逃走？我的事情你不要管。不要再一错再错了。如果你逃走的话，你的罪名会加深的。现在警方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你。如果你逃走的话，你的罪名会加重的。你不要再错下去了，自首好不好？你走开！ 走开！我叫你走开！走开！这是温舍被害当晚11点50分酒吧门口所拍到的照片。你说当天晚上整晚跟文杰在一起，为什么要说谎？我计算过，从威森家到酒吧的距离，来回加干最快需要半个小时。你10点约梁文杰在酒吧见面，在他喝醉以后11点离开酒吧，避开 CCTV 的画面。在你下毒杀人之后，回到酒吧叫醒梁文杰。 成功的制造了不在场的证据，对吗？静香，文杰他一直都很信任你，他真的相信你是无辜的。可是你现在利用他当你的实践证人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，当天是我故意约文杰出来的。 Wilson 是我杀的。我那一天故意约了文杰出来，在他的酒杯中下了迷药，趁他昏睡的时候，我打了 Wilson 的枪。我先上洗手间。 钱呢？这是你要的钱，你数数吧。之后我再赶回来，骗了文杰说，我只上了厕所5分钟。 其实我已经离开了快要半小时。你和威尔森早就认识，他是你计划的一部分，对吗？说到底，还不是因为亲吻。要不是他再一次的背叛，我也不会这样做。为了要把亲吻杀掉，我1年前就开始部署。我在酒吧认识了 Wilson， 目的就是要让他接近 Joanna。 小姐，哎呦，你不要那么冷淡嘛。我吩咐你做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你放心，
我可是夜店界里的万人迷，区区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搞不定？拿去。还有，一切计划都很顺利。Wilson 成功追到了 Joanna， 很快的就让 Joanna 对他死心塌地。我让 Wilson 告诉 Joanna， 他认识一些红酒商，可以拿到折扣价。Joanna 也没有怀疑，也让 Wilson 替他买酒，一直到半年前。我要你让那个女人继续跟你拿酒，如果你办不好的话，剩余的钱你一分也不会拿到。你少担心好了，像这种骗人又有钱拿的工作，我可最在行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 ？Joanna 她好像怀孕了，如果让她的男人发现的话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就让 Joanna 告诉她的男人，那孩子是她的。你为什么要 Joanna 利用孩子骗他？难道你想逼庆薇跟你离婚吗？其实我只想给他一个机会，如果他选择跟 Joanna 一刀两断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如果他为了孩子要跟我提出离婚，我就会继续我的杀人计划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绝啊？你这么做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就是想要彻底对他死心。我一心以为他会回到我的身边，没有想到，当他知道 Joanna 有孩子之后，他马上回来要跟我提离婚。是他逼我这样做的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放心吧，宝贝，你的生日我当然留给你啊。我的结婚周年日算得了什么？那好吧，后天见，拜拜。这是你要的，这一瓶红酒，你一定要亲手交给 Joanna。放心吧，比起红酒，我对钱更有兴趣。这瓶红酒可是上等货，我朋友还给了我额外的折扣。谢了。拜。我看你应该没有想到，红酒最后回到自己的身边。庆薇不但没有跟 Joanna 一起喝，反而还把她带回家了。我还以为他是要回来跟我道歉、认错，结果他是要回来跟我提离婚。喂，我在跟同学聚会。你可以回来吗？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谈。好吧，我聚会结束之后马上回来吧，拜拜。你已经很久有没有跟我庆祝结婚纪念日了？今天怎么那么突然？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是我真的累了。就当这一杯酒是我向你道歉，喝完了这一杯，我们各走各的。后来，我也喝了一口红酒，我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，结果还是被你们查出来了。我真的不了解，你为了一个负心汉这么做，值得吗？安妮，我不像你，你从以前就已经是小花，所有男人的焦点都在你的身上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我爱的，条件又那么好的男人，可是他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背叛我。如果
却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机会，为的只是希望他可以留在我的身边。可是这一切都被他亲手给毁了。大家是女人，如果今天你是我，你也会这样做的。感情没了，青薇也走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值不值得还重要吗？静香，文杰，对不起，我利用了你对我的信任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带他去拘留室。他认罪了吗？为了这段婚姻，他牺牲了一切。欢迎光临。嗨，你们好，想买什么花？哎，我想找一些比较特别的花去拜祭我朋友，我不晓得你这里有什么好介绍。拜祭朋友，菊花怎么样？剑兰也是可以，都可以啊。我拿给你们看看。谢谢。包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的花艺很棒啊！谢谢。多少钱40。40啊。没有零钱，50不用找。哦，谢谢你。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一直觉得你很面善，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你已经不是第一位这样子跟我说的了，可能我长得比较大众化。我刚从国外回来的。是这样，那不好意思，是我认错人了。没事。谢谢。慧心，嗨。你有客人，不打扰你了，有机会再来支持你。谢谢。谢谢啊。走了。找我有事吗？我有事情想找你聊聊。好啊。你知道吗？最近不是有韩国明星要来本地拍戏吗？我认识那里的负责人，我跟他们谈过了，可以到你花店里去拍摄。谢谢。到时候啊，一定让你的花店出名，可以帮你做宣传。不用那么麻烦了。一点都不麻烦的啊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我自作主张？其实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花店的生意会变好，你有功劳。可是你一直这样帮我，我会很有压力的。我只是想要帮你，没有其他的意思啊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推掉，没问题的。其实你也知道，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。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我？对不起。我明白了。再给我一瓶。嗨，一瓶啤酒。算我的。不好意思吧？没关系。年轻人，
不开心了？你会看相啊？人生啊，需要磨练才会成长的。遇到挫折，敢放下，他才会活得自在。我知道，但不是说放下就放下。我感觉到你本性不坏，将来会有很好的成就的。好，不要说那么多，喝。保重啊！去拿回你要的东西。怎么又是你？我来送你回去的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的，谢谢。不行，跟我走。为什么要拒绝我？为什么不接受我？你是不是喝醉了？放开我！慧心，我真的喜欢你，为什么要拒绝我？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，你不要跟我走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去走！慧心，你不是吧？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绑着我？你自己对慧心做了什么，你自己最清楚。我做了些什么？不记得了。好啊，跟我们回警局一趟，可能你就会记得了。为什么要带我回警局啊？我做了些什么？慧心，你快跟他说，我没对你做过什么，快说！有什么话回警局再说吧。放开我！哥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你冷静点，这位是吴律师，我们都是过来帮你的。你先告诉我，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真的没有印象。你说我会不会是中邪了？怎么可能对慧心做出这种事？他一定对我彻底失望了。不只是他对你失望，如果真的是你做的话，所有的人都会看不起你。我的个性你最清楚，我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那昨天晚上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是不是喝醉酒？我是喝了点酒，但还不至于醉到记不起任何事才对的。你去哪里喝酒？就平时去的 pub。那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？我记得我被慧心拒绝之后，心情很差，跑去喝酒。之后我一个人回家。后来的事情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我怀疑俊荣被人催眠。怎么说？以我对俊荣的了解，他的脾气虽然火爆，可是他绝对不会对一个女人下手。更何况慧心在他心目中是那么的重要，他绝对不会向她动手的。但是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，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是无辜的。我不是要偏袒他，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当时你也在现场，你应该看得很清楚现场的状况。你难道没有察觉有任何的异样吗？我当时只看到他想要攻击慧心。OK， 一般人做坏事的时候，要是被发现，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。可是当俊荣被你们发现的时候，他非但没有逃跑的意念，甚至不管你们怎么阻止，他还是发了疯似的对付慧心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知道你跟你弟弟的感情很好，你很想帮他，但是这些只是你的猜测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证明他是被催眠的。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想那里应该有我们要的答案。天色
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